近段时间以来，边境局势又有升温的兆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印度一贯的套路。每当国内危机无法解决之时，印度就开始玩起了转移危机的把戏。受到疫情的冲击，印度国内的经济危机以及民生危机愈发严重。最新消息显示，在印度东北部特里普拉邦发生了一起抗议事件，而后在极端的民愤之下，逐渐演变成了暴力冲突事件。显然，印度国内的危机已经愈演愈盛，而由于管理者的无能，无法解决危机，就只能利用边境来暂时转移国民注意力。类似的远程监视无人机、新型雷达以及夜视功能平台等已经被印军部署到了边境。与此同时，印军也加强了边境的火力进攻，比如向边境增派3个团的美制 M777 超轻型榴弹炮。显然，印度这又是想用部署武器这招来为自己增添对抗底气。不过不久之后，印度的色厉内荏就显现出来了。在大力挑衅之后，印度也在密切关注中方的举动。日前，印度军事情报机构在边境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中方似乎限制了北斗导航系统的使用。随后，印度给出一组数据证明了这一点，其表示在过去的1个月时间里，北斗终端在北部边境的激活率突然下降。那么这一数据骤降的背后到底预示着什么呢？印军也给出了相应的猜测，称这很有可能是中方故意隐瞒在边境的重要活动。不得不说，印度的这一臆测太高估自己了。尽管印度一直以超级大国自居，但是他们自身的军事实力实在是惨不忍睹。其国内的军工武器被称为万国造，就是因为印度国内的军工制造水平低下，不得已大量从国外进口。当然，即使是有先进的武器为战力加持，印度也完全发挥不出武器原本的性能。各种战机坠毁、炮弹炸膛的意外频发，归根结底缺乏基本的制造水平，也影响印军对武器的维修和保养。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印度这一臆测过于天真，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印军已经发现北斗异常是发生在印军往边境大肆增兵挑衅之际，但是他们却只是单纯的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认为这只是在掩人耳目。实际上，北斗终端激活率骤降，很大可能是因为中方在边境该激活的都激活过了，一切已经侦查完毕，尽在掌握之中。说得更直白一点，中方在边境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反观印度却仅仅只是看到了表象，丝毫意识不到危险。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以强硬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而在美国的认知里，美军就是一个门面，只要美军在外有光彩，美国也自然会船涨水高。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为美军提供最好的物资，配备最好的装备。有意思的是，一些军事观察人士发现了这样的一幕，让人体会到美国的尴尬。据悉，美军刚进行了一场演习，是为了应对敌人的防空系统，而美军也直接透露，这次军演就是为了打击中俄两国实力。但让人意外的是，在这场演习之中，美军使用的装备竟然有俄罗斯的 S300。对于美国来说，俄罗斯算得上是一个强劲的对手。众所周知，美国对俄罗斯抱有强烈的敌意，其中很大一部分就被反映在了军事武器的对比上。而美国高超音速武器一直都是被人诟病的一点，美国心里可能也深知这一点，因此不敢和俄罗斯正面硬刚。尽管美国知道这个缺陷，但是其从不在口头上承认美国有哪一方面不如俄罗斯。美国此举无疑是直接揭开遮羞布，将对俄罗斯的忌惮深深地暴露了出来。毫无疑问，美军这是想要得到俄罗斯的军事技术方法，从而寻找俄罗斯军队的缺点，进一步给俄罗斯致命一击。只是美国的计划注定是要泡汤了，因为这对俄罗斯来说大概率是没有影响的。对此，越南网友直接暗讽，美军这是沦落到要减俄30年前的垃圾进行练习。对比 S500、S300，可不就是30多年前的老古董？难怪知情人都要开始嘲讽，俄罗斯都出了 S500，美国人还在这儿捣鼓 S300，慢了可不是1点2点，这不禁让人诧异，美国这确实是想要对付俄罗斯，而不是在送火把。更有意思的是，该演习是在9月进行的，美军却到这个时候公开，这之间的时间差让人感到惊讶。为何时隔这么久，美国才选择放出消息？越南人一针见血地认为，美国通过偷买俄罗斯武器来复制技术，完全就是害怕丢脸，而其所说的演习也只是个借口，是在为美军能更好地操控俄罗斯武器打掩护罢了。总之，单从美国手中的 S300来自于乌克兰，而不是选择去俄罗斯讨要 S500，就能够看出美国的面子薄，羞于将真实目的暴露，而这次很有可能是迫不得已。事实上，无论是怕丢脸还是其他的原因，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美国一定是打着坏心思的，俄罗斯需要对此警惕。
2022年2月4日是第24届冬奥会，而作为主办城市的北京，也将成为世界首个举办了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不得不说，这是我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和影响力提升的有力证明。作为中国人，笔者感到十分荣幸。作为一次重大历史见证的日子，锦上添花、极尽繁荣，自然是必须要有的。这不仅是提升我国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途径。所以，为了赴这次冬奥会的冰雪之约，世界上最智能的高铁来了。北京和张家口作为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京张高铁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交通通道，并且因京张铁路不足，中国也再次对其进行了建设加工。因此，这里也有着世界上第一条投入运营的智能高铁复兴号动车组。作为无人高铁，复兴号拥有非常多的高端科技，例如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北斗定位、5G、人工智能等，拥有全新应用的智能感知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只需要一个按钮就能够实现区间自动运行、到站自动停车、停车自动开门等功能，甚至因为拥有 WiFi 覆盖、无线充电、灯光智能调节、无极变色车窗，可以给乘客最好的体验。而且此趟高铁也将原本需要3个小时7分钟的路程缩减成了仅需47分钟，可以说以此作为中国面对世界的一张名片，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惜疫情的蔓延导致了这次冬奥会终究无法全面地展现在世界人民的眼前。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条高铁也同样如此。自从2019年主体部分正式投入运营之后，在国外的社交媒体上，这条高铁的消息就着实引起不少人的羡慕。特别是冬奥会越来越近之后，这条高铁更是成为不少外国友人非常渴望坐一回的高铁。在国外著名社交平台上就有不少这样的评论，例如有印度网友表示中国做得很棒，祝他们一切顺利。也有国际网友评论，高效的交通工具方便了运动员的出行，也没有给国际奥委会带来压力。当然，作为第一辆投入运营的无人驾驶高铁，自然也少不了羡慕的人以及疯狂嘲讽美国的人。说实话，现如今美国为了一己之私，一再在国际社会上挑拨战争。然而，在美国肆意挑事的时候，中国却一直在不间断地发展自己，两相对比实在是太明显了。即使现在中国在某些领域还赶不上美国，但是就像外国网友说的一样，中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国家，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世界第一条投入运营的无人驾驶高铁，不会是第一张向世界展示中国智慧的名片，也不会是最后一张。未来中国必将拥有更多的尖端科技，让世界瞩目。最近，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到袭击后，令美国非常愤怒。结果，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对此负责。但是，据美国军方分析，伊朗被认为是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幕后黑手。反正不管别人信不信，美国是信了。再加上伊朗刚刚威胁美国的小老弟以色列，声称如果以色列再敢挑衅伊朗，伊朗将会动用远程攻击性武器对以色列进行全面打击。伊朗这样的做法会彻底惹怒了美国。据媒体报道，美国派出战略轰炸机飞越多个水域，最后飞到了伊朗军舰的上空，耀武扬威了一番。美军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让伊朗感到害怕，因为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很多攻击性武器，甚至能够携带核武器。今天既然能够飞到你军舰的上空，在你伊朗军舰的头上耀武扬威，明天可能就会飞到你其他的设施和地方，就是明白的在告诉伊朗，美国对你任何地方都是能打击到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的小老弟以色列等盟国撑腰，告诉伊朗，美国的盟友你是惹不起的，若还敢威胁以色列，那伊朗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不过，虽然美国的军事实力是强于伊朗的，但是伊朗前些日子核研究技术大幅度的进步，已经距离制造核武器的能力不远了。如果伊朗研制出核武器，那到时就完全不用害怕美国，甚至是伊朗还会狠狠地打脸美国。所以，美国肯定要严格禁止伊朗继续进行核研究。他们不仅拉拢英、法、德发表联合声明，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生产和获得核武器，而且还使出了一贯的小伎俩。据媒体报道，近日伊朗的加油系统遭到网络攻击，多地加油站无法进行正常加油。伊朗方面表示，是美国和以色列在联手攻击伊朗，而且到现在伊朗的加油系统都没有完全恢复。这次网络攻击在伊朗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恐慌情绪。要知道，石油是伊朗最为重要的资源，也是伊朗经济的重要支柱。
美国和以色列此举相当于是在破坏伊朗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今天已经能在你伊朗国家的内部打击你的石油经济，明天完全有可能打击你对外的石油贸易。另外，此前美国总统还曾放下狠话，扬言将对伊朗近期的举动进行报复，并会给予伊朗最为严重的打击。如此看来，美国这次确实算得上是双管齐下，不但在军事上威慑了伊朗，在经济上也打击了伊朗，而且还给伊朗保留了余地，着实让伊朗进退两难。如果伊朗接下来的反应太激进的话，很有可能美国就会加大打击力度。反之，伊朗若不进行应对，就被美国拿捏住了，到时候也只能任由美国摆布了。